1949年，一支苏联摄影队来到百废待兴的中国，用当时最先进的彩色胶片，真实记录下了各地的市井生活，以及解放战争、开国大典等历史时刻。但在斯大林去世后，这些胶片被贴上了限制接触的字样，封存在库房深处。一直到2017年，导演杰尼索夫才在国家档案馆中发现了这些从未公开的绝版全彩影像。经过修复剪辑，他将其制作成了纪录片《中国的重生》。在此基础上，我又用最新的 AI 技术，将画质提升到了 4K 60帧的超清水准。此时此刻，那些珍贵的历史岁月不再是抽象的文字或泛黄的旧照，街头小贩吆喝叫卖的神情，老城墙下孩童嬉戏的笑脸，天安门前振臂高呼的热泪，瞬间把我们带回了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北京作为六朝古都，既不似上海那般洋味十足，也不过于南方化或北方化。五湖四海的人汇聚在这里，为我们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这位身心矫健的武师，尽管年事已高，但耍起三节棍来仍是虎虎生风，一招一式徐徐而来，有力且不失优雅。这一圈雄伟的古城墙始建于元朝年间，历经明清两代扩建，绵延至24公里长。它曾扛住了李自成的刀枪火棒，也顶住了八国联军的漫天炮火。遗憾的是，这道见证了无数风雨沧桑的城垣，后来却在郭沫若的主张下被大规模拆除掉。现在我们只有通过这段历史影像，才能领略到它昔日的风貌。与北京不同，近代上海是一个外国人不需要护照就可以登岸，中国人却需要一堆文件才能生存的城市。19世纪中期后，腐败无能的满清王朝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上海的大片领土相继沦为了西方列强的租界，昔日的街巷变成了富丽堂皇的欧式建筑，上面赫然写着英美政府财产。在这片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土地上，外国人肆意妄为，横行霸道，无数国人饱受欺凌和奴役，即便华人走累了在门前打个盹，也会被立马轰走。最令人愤慨的是，英国人开设的赛狗场门前竟悬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租界更是一切罪恶的源头，烟馆赌场在这里公然营业，以青帮为首的黑社会横行其中，无论是抢劫杀人投敌叛国，只要在被捕前逃租界，他们就能轻易地逃脱法律制裁。这就是上海，一座建在地狱上的天堂。如果坐着飞机从外滩进入上海，你会看到一个高楼林立的东方魔都，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如果你摇着船沿江而来，看到的又将是另外一个上海。这些乡下的难民为了躲避战乱，顺着运河一路漂泊至此，停靠在苏州河边。由于城里租金高昂，他们便以船为家，在上面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成了所谓的山水人家。当船只朽烂不堪时，他们便用船棚混着泥巴和芦苇，在岸边搭一个简陋的草棚作为栖身之所。棚内阴暗潮湿，四周尽是淤泥粪便，到处弥漫着一股恶臭，一旦得了瘟疫，都是一排一排的死。这些平民不但活着的时候没有安身之所，哪怕死了也是直接丢在江河里，亏漏死漏埋，接死接埋，倒在阴沟里就是棺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被这座城市榨干压尽后丢弃掉的人渣。当时像这样的底层平民占到了上海总人口的1半左右。平日男人们大多靠拉车搬货为生，骨瘦如柴脚穿草鞋的他们拉着那些肥头大耳的绅士淑女终日在街头奔波，月末向车行缴纳完份子钱后，仅剩下1半的收入来养活自己。经过层层剥削，他们的生活举步维艰，只有3%的人才能像祥子那样实现买一辆车的梦想。拉车谋生看似是一条活路，实则却是一条绝路。根据1936年上海的车夫保险记录，95%的车夫都是死亡理赔，说人话就是活活累死的。而他们的平均寿命仅有43岁，可以说一个人只要拉了车，就等于被判了缓期死刑。而无福拉车的人只能去码头上干装货拉纤一类的苦力活，其体力消耗约等于拉车的6个倍。通常情况下，一个苦力微薄的收入很难养活一个5口之家。为了贴补家用，妻子只能缝一些鞋垫袜子沿街叫卖，年幼的孩子们则带着弟弟妹妹在垃圾堆中翻找能变卖的废品。如果连一分本钱都没有的人，就只能靠乞讨度日。在远东第一繁华的南京路上，处处挤满了要饭的老弱病残，蜷缩在寒风中的孤儿寡母似乎无声地嘲讽着这座城市的繁华。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当时国民党坐拥400万大军，包括167个整编师、39个美械师。这些部队不仅装备精良，配有西方的军事顾问，
还获得了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一胜的枪支弹药。相比之下，解放军的兵力仅有100万出头，其中还有40万不是正规军。但短短的3年之后，国民党便被打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解放军之所以能逆风翻盘，原因有很多，比如双方的战略眼光，还有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各自为号。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人心。自抗日战争胜利后，腐败不堪的国民党在收复区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北平街头还流传着这么一首歌谣：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米面长；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到内战后期，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更是四处抓壮丁抢粮食，甚至放火杀人烧村子。而解放军无论走到哪里，都遵守着严明的纪律，从不损坏庄稼，也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甚至还帮着老百姓挑水种菜干农活。在每个战士的背上都贴着3大纪律8项注意，以时刻提醒自己严守军纪。与此同时，解放区的农村也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当时中国人是一个农业大国，有 85% 的人居住在农村，完全靠种地为生。但 70% 以上的土地以及牲口和农具都掌握在少数地主手中。他们将土地租给农民，再将 50%到 70% 的收成据为己有。土地本身不能吃，也不能自己长出庄稼来，一切的价值其实都来自于农民经年累月的劳动。地是他们种的，房子是他们盖的，布是他们织的，但他们却常常没饭吃、没房住、没衣穿。到了春荒时节，甚至只能靠些野菜树叶来充饥果腹。大家见面打招呼，往往不是说你好，而是你吃了吗？而地主连锄头都没有动一下，便伸手要走1半以上的收成，世世代代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在残酷的剥削下，农民的生活举步维艰，只能再找地主借贷度日。而高达 70% 的年化利息，使得债务越还越多，甚至连儿子孙子都还不上，成了真正的祖宗18代。直到解放后，农村才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那些堆积如山的欠条也在大火中通通化为了灰烬。这次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的剥削制度，真正实现了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和人心所向，很多农民纷纷加入解放军部队，一起并肩作战。在淮海战役中，数十万老百姓不惜长途跋涉，用小推车推着棉被、粮食等物资来支援前线。而杜聿明只能仰仗那一点可怜的空头勉强支撑，最后饥寒交迫的士兵们饿得挖树皮煮皮带，只能缴械投降。1949年春，解放军横渡长江，向上海发起攻势。当时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还居住着不少外国侨民。如果处理不当，不仅损害城市经济，还可能引起西方列强的武装干涉。解放军司令员陈毅对此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上海之战好比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捉住老鼠，又不能把那些珍贵的瓷器给打碎了。随后在这场激烈的攻坚战中，解放军收起火炮机枪，只使用轻武器打小范围巷战。进城后，将士们一律不入民宅，即使下着大雨，坚持睡在潮湿的马路上，甚至连日常饭菜都是从几十公里外的郊区做好后再送过来。最终，解放军为这场战役付出了较为惨重的伤亡代价，但在消灭敌军的同时，也保全了上海。上海解放后，茅草棚户被一一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5层公房。10几万漂泊流离的平民，现在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安身之所，能在此落地生根。由此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许多城市在一枪未开的情况下就能和平解放，因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1949年10月1号，在数十万人的欢呼中，毛泽东来到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读了开国公告：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这段弥足珍贵的彩色影像是目前关于开国大典时间最长、内容最为完整的历史记录。这一刻意味着自1911年推翻满清政府后，长达数十年的混乱和动荡就此结束，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